欢迎来到2010年的抚育镇。你谁？嘿嘿，吓了一跳吧？先不急着解释，你身后有东西哦。身后？我身后除了影子还能有啥？总不能是尾巴吧？是祝瑜吗？转校生是吧？班主任他吃坏肚子了，我是2班班长，来接你报到。怎么样？这可是咱们学校的标志性景观，壮观吧？这地方水汽太重了。喷泉不错。这是我女神家里自建的，校长有钱换假发了，食堂大姨不抖勺了。你今天怎么来这么晚？朱金也刚才去小卖部了。你怎么了？你知道的，我从小就没有妈妈照顾。要是你还在，会跟我说什么呢？我幻想过无数次，可真的到了面前，我变成了胆小鬼。你跑那么快做什么？累死我了。没事儿，我们先进教室吧。我叫祝瑜。我是怎么坐下来的？完全不记得了。不行，还没做好心理准备。你这样搞得我都紧张起来了。你这叫看人挑担，自己刺挠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你的时空穿越旅行助手，你可以随意称呼我。疼才能冷静下来。为什么是我？是有人选择了你。我不是从未来过来的吗？转校生身份怎么回事？时空穿越不符常规，给你安排了身份。原本有个转校生父母工作调动要来，你只是借用了一下他的身份，但你还是你，那就好，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就好。祝金野今天也好漂亮，听说早上是坐车来的。听说10班那几个想帮她付钱，结果女生根本不鸟他们，扫了一眼直接走人。可恶，我也好想祝金野用看宠物一样的眼神看我。我也想，如果是看幼崽一样的眼神就更好了。听起来你妈妈家世不错，你怎么就过得那么……我姥爷在的时候，我还是个衣来伸手、饭来张口的大小姐。我15岁那年，他去世了。抱歉，我人生的苦难从来没结束过。她走了，好高，黑长发，乌黑油亮。你妈妈有多少了解？姥爷跟我说过，她从小到大成绩都秦列前茅，什么东西都是一学就会，从不为家世优越沾沾自喜，就是性格冷了点，完全是女神级别。这是去哪儿？如果我有罪，请制裁我，而不是让我亲眼目睹我那优雅疏冷的大小姐妈妈居然这样。同样的瓜子脸，挺翘鼻梁，收紧的下颚弧度，唯一不同是眼睛。这是还活着的祝金野。你要去告诉别人我的真面目吗？转校生。我，你什么？我不会告诉别人的。我觉得这样很帅。是妈妈的味道。你跟我好像，这样看起来几乎一模一样。这也太刺激了。
你有什么想要的吗？是要联系方式，还是答应什么事？那妈妈给我点钱花花。也不知道他父母怎么养的孩子，瘦得像没吃饱过饭。多吃饭。他让我多吃饭。21岁的祝金野让我多吃饭。你还有好多书没发，下节课下课别乱跑，我跟你一起去搬课本。你看，这是我妈妈给我的零用钱。那你妈妈对你真好啊。谢谢，我也这么想。我就说她笑起来一定很好看吧。等等，她看起来眼熟是因为像我女神。都回位置上坐好。走，搬出去。你妈妈真大方，我一个周零花钱才20，我要是多要钱，我爸一拳就过来了。朱宇，你爸对你也这么大方吗？爸爸，你爸爸也在这个学校，你不想见见吗？一个说话不算话的骗子，有什么好见的？哪来的蠢货？嫩爹，别了吧！什么别了吧？别理那个傻子，这种级别的话都算他通人性了。虽然我不讨厌他吧，但是身为女神后援会成员之一，还是得跟周富之保持距离。他叫周富之。是啊，10班的周富之，周而复始的周富之所以的之。父亲的名字。你认识周富之啊？为什么要跟他保持距离？因为女神讨厌周富之。这个时候的妈妈讨厌他。只要两人不在一起，我就不会出生了，这才是我的愿望。现在那位神明听到了我的愿望。周富之，你又在说些什么鬼东西？马上给我滚到办公室来！好疼！你跟你爸看起来一样。哪里一样？屁股上都有条缝儿。大腿根儿抽筋了。不想承认都不行，这家伙年轻时候竟然长这么帅，非常标准的酷哥脸。目的达到了，走人。你等会儿，刘错，你快看，仔细看他，你想到了什么？他走路姿势没毛病啊！你有病！我让你看他脸。不好意思，妹子，冒犯了。周富之就是脑子不好使，你不用。我去！我去！你给祝金也生孩子了，还都长这么大了。兄弟，你真像了。不过我是祝金也生的，不是周富之。嘘，你小声点，别坏了我女神的名声。八字还没一撇呢。那这是不是超像？你看啊，他的眼睛跟我一模一样，其他五官完全就是按照我女神的模样刻出来的。就算真的是我跟祝金也生的，都生不出这么像的吧？你小子眼神真好使，我仔细看才回过味来的，你居然一眼就看出来了。我确实是结合了两人全部的优点，但我存在感很低，很难让人注意。那是，我这双眼能立马锁定到跟我女神相关的所有事儿。是，全校就你一个认真做眼保操的，你眼神不好谁好？别人眼保操时间都用来补觉了，就周富之跟个小学生一样，认真从头做到尾。周富之，你小子把我说话当放屁了，还不滚上来！主任来了，您的事儿我哪敢不放在心上？周富之，限你1分钟内上来！很难想象，那傻子跟我爸居然是一个人。小学妹哪个年级的？哪个班？叫什么呀？家里几口人？他是不是没听清？都怪主任刚才嗓门太大，震得他耳朵嗡嗡的。世事无常，在场的人谁也不知道，那个每天认真做眼保老操的周富之，后来会瞎掉一只眼。谢谢你，请你喝饮料呀。哎呀，都是举手之劳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唉，没有钱了，但是妈妈给的100块不能动。好饿，先去食堂吃饭吧。这是24年后的老体育馆，现在还没被当杂物仓库。他醒了，约好的东
西送过来，今晚8点，长巷街88号。这是祝金野的声音。上午他就是用这冷冰冰的声线给了我100块。老爷一直怀疑妈妈不是病死的，她身体一向很好。我要查清真相，提前除掉隐患。他走了吗？怪不得瘦成这样，原来真是只可怜的小水母。刚好你帮我解决了吧。里面是圆润坚硬又温暖的手感，是饭盒。妈妈居然把自己的饭给我吃，妈妈简直是人美心善啊！怎么没人啊？我刚才用1包抽纸换的新情报啊！我那么大一个女神呢，没准知道你要来，立马换了个地方。是那2个家伙。哎，小水母，小水母是什么鬼？这么巧又遇见了。哎，待会儿去把那包纸要回来。那书呆子眼神也忒差了，你怎么不加几个菜啊？都这么瘦了，还减什么肥？我买多了，本来要扔掉的，正好你在这儿就帮我解决一下呗。里面有肉松，很好吃的。算了，食物无罪。你还舍得扔吃的呀，周副食？让你少说2句。是，就你会做好人。面包给了别人，你吃什么？喝几口水垫垫得了，又饿不死。为什么一看到那水母头女孩就有种不能放任不管的责任感？是因为她像祝金野？你要去吗？当然，直接表明身份其实最稳妥，但暴露身份会扰乱某些东西，只能我去一趟探究竟了。得先找老师请个假。老师，我家里有事，晚上需要回去帮忙。你刚转来，父母就让你晚上回去帮忙？行吧，明天记得把家长签字的单子带来。走出校门的时候已经6点40了。哎，那边的水母头妹妹怎么不过来？被哥帅到了。老人说猪抬眼就不是好猪头。看不出来啊，之前以为你不爱说话，没想到嘴巴还挺利的。喏，请你吃串，喜欢的话记得报我名字，给你优惠。这些人真奇怪啊，我又没有钱。别忘了啊，本身只有一个面包加肠的晚饭，又多了新的食物。55了，妈妈该来了。她来了。她是自己一个人来的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感觉她情绪并不明朗。从今天打了那一通电话开始，她就一直是这样。好久不见，祝金野，你还是老样子，而你看起来过得不怎么样。倒也不用这么直白吧。你要的东西，你离开手倒是对的。那边现在不太平，李承天虽然醒了，他妈还在发疯，最近小心点。李家明面上不敢动，暗地肯定会搞小动作。你看啥呢？对面街道就一家普通火锅店，门口冷冷清清，鬼鬼祟祟的水母。什么水母？她不穿校服也真好看，好羡慕她的风衣，可以跟她贴在一起。我更羡慕他的。你也喜欢我女神啊，小水母？什么女神？那是我妈，说出来羡不死你。我在这打工，你说巧不巧？不巧，还好我在这儿，不然就这运气，哪天真让她碰上。哎，祝宇，大3转学的不常见，大家都很好奇。我没有专门去打听你，我就是想问一下，你吃饭了吗？小水，你吃饭了吗？关你什么事儿？你其实才不在意，骗子！出来了。偷窥不太好吧，小水母？说的好像今天中午跑去体育馆找人的不是你。我那是光明正大的收买，会挨揍的，会被揍的。别问我怎么知道的。什么东西？小尾巴不见了，是回去了吗？什么声音？老实点儿，信不信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？就在这儿，我看见了，他藏外套里了。你们别拽了，别拽了，行不行？虽然跟我没什么关系，但莫名想把这2个人揪起来揍一顿。小水母，你也太猛了吧！说扒就扒。他鬼鬼祟祟的，肯定有问题。我亲眼看见他往外套夹层里塞东西。那是我的私房钱，我老婆管得严啊！天知道我在教室养蛤蟆被主人抓时都没慌张过。小水母，别扒了，注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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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等着。啊！完蛋了！你们这是不对的。是你自己把东西拿出来，还是让我搜？我交出来，有话好好说。我就是拿钱办事，拿钱办事啊！我也没拍你什么，就是一些很普通的生活照。他们给你多少钱？2000。我给你10倍，照常拍，但照片递交之前交给我过目。我干！别耍花招！我发誓，我一定好好干活，放心吧，姐。姐慢走，有事随时找我。麻烦了。放学不回家，跟着我做什么？我来还你饭盒。哪个单纯孩子会睁眼说瞎话？我腿疼，你能抱抱我吗？嗨，做好了被拒绝的准备。他抱我了，妈妈抱我了。明明提议的人是他，怎么最惊讶的也是他？看到祝宇的那双眼睛，心里就有种说不出来的滋味。本来以为会排斥触碰，没想到一点反应都没有。原来被抱住的感觉比想象中要好太多了。可以了。腿不疼啦？好像没那么疼了。别蹲那儿了，别让抓狗的给你套走。你要是带路的，不用绳我也跟着。这家伙对祝金也倒是挺会说话的嘛。赶紧站起来吧，小心待会儿真让人给逮走了。小孩不许说这种话。好。长这么大就没这么不受待爱过，现在一碰见就是俩。等了一路也没见妈妈问什么，也可能是她根本不在意。虽然今晚没什么收获，但今天是人生中第一次被妈妈抱了哎。今天她主动跟我说话了，居然破天荒关心我了。我时间要到了，下次还有这种事儿记得喊我。只剩我和妈妈了。你很讨厌周富之吗？对，他让我想起一个人，应该是更讨厌的人。你姓祝，你老家是哪里的？我爸妈从城里搬来的。还好刺挠提前跟我说了假身份信息。其实在第一次见面发现面容与我相似后，就找人查了他所有讯息，没有任何问题。但恰好是这份完美更显可疑，像是被精心包装过一样。再见。我还想在妈妈身边谋得一个重要位置，以后天天吹耳边风，让她远离周富之。但这样看来，仅凭这一次是不够的，没准过几天她就忘了我，还要继续努力才是。找个活干吧，还是老本行，代练。我那装备可就靠你了，千万别搞砸啊！嘿嘿。这游戏头一回摸，但这类东西说到底的都差不多，看一遍就会了。昨晚开单有了钱，去排个葱油饼吧，吃点好的。早上太凉了，不能去老地方吃饭，希望能找个没人的位置吧。周富之，你昨晚干嘛去了啊？黑眼圈都快掉到下巴了。你忘了，昨晚你掉河里了，我捞了大半宿才把你拽上来。
想什么呢？这么出神？就是突然想起来那只小水母了，也不知道它今天有没有吃饭。热脸贴冷屁股还不够吗？又自己找个活干。别告诉我，你小子因为得不到女神，因爱生恨，想找个替身。滚你的啊！我心里只有我女神，好不好？你少看点小说吧，小心我告诉你妈。那你那么在乎她干什么？才认识了1天而已。不好说，不知道为什么看到她就想关爱一下。懂了，你把她当闺女了。之前随口说的话，这家伙怎么还记着？哎，你闺女抢不着食儿被排出去了。别把她形容的像肠道里的东西。麻烦让一下。被挤出来了。爸爸来了。让一让，让一让，我骨头都快散塌了，让我喝点汤补补啊！周副食，你走错地方了，那边是盛汤的，可不是给你冲浴的。喏，拿着。谢谢。老爷说冤有头债有主，不能牵连无辜的人。咋了？闺女第一次跟你说话，感动到雨丝了？这是第3次，好不好？痴情的舔狗啊，请再等一试吧。跟昨天状态有关，当时整个人稀里糊涂的，都不知道怎么写完的。我以为你是那种不用怎么学就能考好的。少看点电视剧，初中时候确实名列前茅过，但那是老爷还在的时候。老爷走后，什么都变了。坐在教室里看着还是我，但我知道已经不一样了，注意力再也聚不拢。以前一学就会的东西，现在怎么都进不了脑子。发个呆再抬头，1节课就没了。后来顾着填饱肚子，就更没时间管学习了。朱玉，班主任叫你去他办公室。好的，谢谢。祝瑜啊，有件事要通知你，从今天开始，祝金野同学就是你所在的互帮互助学习小组的组长了。好好努力啊，祝瑜！祝金野可是在截止前1天晚上特意打电话来说要参加这个活动的。妈妈主动申请的。我知道你生活压力大，但知识真的可以改变命运，争一争会让你能选的路不只有眼前这一条。平时多吃点，有什么困难可以找老师。24年后，南明大学里已经听不到这样的劝慰了。坏了，口这么差，被妈妈抓到了。坐下。你基础不差，但问题很大。今天开始，从大1的课本开始学吧。哦，好的。数着她的睫毛，感觉幸福的要冒泡泡了，只隔了一条桌信儿。为什么要教我？陈老师说你从来不参加这种活动，而且现在都大3了，我老早学完了大学所有课程，除非我死，不然没人能做到让我在考场上忘记任何一个知识点。你才不会死！只是随口一句话，他反应这么大。抱歉，我不会死。他不会觉得我有病吧？明明那么优秀的人，却在未来猝不及防的。祝瑜，你跟朱金野原本就认识，你是怎么说服朱金野当你同桌的？有什么亲戚啊？诀窍吗？你皮肤真白，用的什么护肤品啊？让，知道你们热情，别吓着我们祝瑜同学，他很腼腆的。所以祝瑜，你跟朱金野到底是怎么熟的？我可是看到了，他亲自把你的桌子搬过来的。她是我妈。好大胆的称呼！我知道了，你们是亲戚吧？都姓祝。放心，我会帮你们保密的。你要加入后援会吗？看在你是女神器的份上，让你无条件入会。后援会的人是不是都很了解朱金野？那当然。那你知不知道朱金野为什么从首都转来抚育？不知道。但是加入后援会5块即可购买祝金野运动会全项目夺冠时刻照片1套，非会员100，来2套，限购，只能买1套。就算是亲戚也不能在朱金野面前提起这事。你转校之前有个校霸想打听朱金野的事，后来就再没来过学校。阿姨帮我找出来，让司机送来的。下节课不要听课了，把这些练习题做了，范围给你划出来了。老师那边不用担心，我沟通过了。他一下课就忙着出去，是为了给我拿这个。为什么？
算是谢礼。昨晚你抓到的人很有用。看似冷漠的人，内心其实是个温柔的人，只是因为长相冷被误解，一定很孤独吧？你想多了。中午吃完饭去图书馆等我。好，好的。哇塞，大好的跟妈妈单独相处机会，祝宇，你真是个幸运的家伙。小师母，你来了，快来坐，要开始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这也是我想问的。别，陈老师没说吗？我也是你们互帮互助小组的一员啊。周富之是什么情况？校长塞过来的，可以踢走，但会有点麻烦。他现在就很碍眼。我保证绝对不会影响你们，让我留下吧。实在不行也不勉强。哎，老周，你前几天因为请假久了被老板扣了100，今天别忘了早点去。以为凭这个就能拿捏我，大错特错。滚远点坐。不要。很难想象这样不待见他的祝金野，后来居然会和他在一起，还生了个孩子。先做这个。别看了，做题。按照正常速度，这些题你早该在15分钟前写完了，而你还剩下1/3。被盯着做题，已经很努力想写好了，但注意力就是散，这么笨，完全不像他。要是祝金野现在知道我是他未来女儿，他一定会很失望吧？这样也好，说不定直接把他去退了，也算变相实现我的愿望。祝宇，你很喜欢发呆，我在问你问题，说说为什么做题这么慢？是不是想上厕所啊，小水母？我集中不了注意力。我知道了，我会扩大时长，调整对你的计划，正确率还不错。中午先到这里，回去准备上课吧。帅吧？刘错每次问我为什么喜欢祝金野，我都想让他用眼睛看看他有多好，但又不希望他太了解。难得说了一句人话。好巧啊！按照1到25的顺序，依次指出相对应的数字，20秒内完成算及格。开始吧。我乳糖不耐症，平时喝燕麦奶代替，这是个只有家人才知道的小习惯。不错，昨天给你布置的作业拿出来。这么快吗？月考进步10名，我会给你奖励，你自己许愿，或者我直接送你。我想让你送的，可以。厕所又不会跑路啊，小水母。拉屎之争向来如此。高福芝，你闺女怎么这么搞笑？拉屎之争向来如此。该吃药了，大郎。倒数第1，倒数第2。什么宴会会在这个时间开？昨晚我便知道你的成绩了，短时间内进步这么大，很聪明。他特地来学校是为了给我送礼物，你做得很好，祝宇。谢谢。不知道多久没有听到这样直白的夸赞了。抱歉，顺手就这么做了。喂，
听说你月考进步了，朱金也给你准备了什么礼物啊？别的班的，出去。前段时间那么累，这几天要好好放松一下，劳技结合啊，小水母，每天跟着我跑步好不好？护手霜。护手霜啊，我女神还真是细心。班上女生说用它擦手很保湿防倒刺，还可以抹脸。但她送的那罐护手霜包装像艺术品，我买的这个显然用不上了。还是先放着吧，万一哪天能用得上呢？祝小姐，您需要来一点鸡尾酒吗？不用。祝家是怎么回事？首都世家了不起，这么重要的场合就派一个丫头来。已经半年没见过父亲了，祝家面临困境。再给我一点时间，2年，不，哪怕只有1年，我便能救祝家。用来做下次的奖励不错。妈妈一连请了好几天假，我都没有她的联系方式。朱小姐说，这是她为你准备的课后作业，在她回来之前做完。司机叔叔，他去二手店买个手机，能打电话就行。是妈妈的车，妈妈回来了。这是你姥姥，那不就是祝金野的妈妈？亲自来拿给女儿预定的衣服，顺便透透气。该死，这个时候姥姥的肾就开始出问题了。姥爷说她是因为生病去世的，居然现在就出现明显症状了。想打救护车，但没手机。能借我个手机打电话吗？被这个时代的学生迷惑了，差点忘了，这个地方的人本来就是这样的。隔壁就是长香街，周富之打工的那家火锅店就在那儿。女神已经请假好几天了，怎么还不回来？周富之，你妹找你。怎么了？有人晕倒了，救人！在哪儿？你别管我，在前面右拐那个胡同里。阿姨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。小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阿姨，我是祝金野的同学。只看脸确实跟女儿相似到犯复制粘贴的程度，不过女儿没有这样一双圆眼睛，也没有她这般瘦弱。我是不是18年前生了双胞胎，被人抱走了一个？阿姨少看点电视剧吧。我说出来了，而且吐字清晰。谢谢你们啊，我没事了，就是有点低血糖。您这也不像低血糖，还是去医院看看吧。不用，我的身体我自己知道。祝家正处在风口浪尖里，还是不要给家里添麻烦。不行，你必须得去。祝瑜说的没错，早治疗早安心。2个绝眷的年轻人，先前翻包翻了个寂寞。祝小姐，你姓祝，和我女儿一个姓，又长得这么像，真是缘分。刚才找我的时候跌了一跤。走，再去挂一个号，看看你的腿。不用，我就是扭了一下，不用挂号。如果是钱的问题的话，我不是，真的不用。看来他很抵触腿的问题。小周，你来。叔叔，能借我一下手机吗？
喂，玉叔，是我周富之，没换号码。臭小子，你哪个阿姨啊？我怎么不认识？哎，刚才小张护士说，我怀疑是。病人在哪儿？你知道柳阿姨生了什么病吗？你怎么知道她姓柳？她从头到尾没说过自己姓氏，而且之前看反应她不认识你。祝金也告诉我的。她连这个都告诉你了啊？这才1个月就这么亲密了，我都暗恋女神1年了，啥情报都不知道。也不是很保证，但能猜到一些。司机叔叔，能借一下手机吗？喂，是我，祝宇。果然没有妈妈认不出自己的孩子。前面偶遇晕倒的柳阿姨，我和周富之送到了医院检查，可能不只是贫血那么简单。我刚落地，2个小时后赶过去。你跟周富之不用守在那里，事后我会准备好东西感谢他。我不要东西，给你。这是怕我被扣钱啊？不要你钱，自己买吃的。冰敷一下。谢谢。小姐，你是病人家属吗？进来谈吧，请进。疑似血液恶性肿瘤，怀疑是淋巴瘤。我从小就失去了妈妈，这滋味我比谁都清楚。别怕，如果真的确诊，肿瘤不是绝症，它的亚量治愈率是很高的。早知道在穿过来1个月前就告诉妈妈，让她带姥姥去检查。你瘦了，怎么瘦成这样？待会儿带着外面2个小同学到家里吃顿饭，感谢人家。医生说可能是血液恶性肿瘤。母亲，你生病了。母亲，我已经告诉父亲了，他现在已经在赶来的飞机上，是我们的错，没有照顾好你，对不起。母亲，不要多想，安心治病好吗？我跟父亲都会陪着你。好。祝瑜，我听母亲说了，是你坚持要他来医院，谢谢你。没什么。还有你，周富之，病理一定要活检，尽量不要穿刺，最好转去市里的医院。如果忙不过来，随时叫我陪护我也。不用了，我已经联系了首都医院，今晚就准备转院。你腿怎么了？妈妈怎么发现的？应该是为了扶住阿姨摔了一下，她力气小。怎么不看医生？我冰敷过了，就是磕了。去看医生。真的不想去。不去就不去了。家里有药酒，我会让人送到学校保安室。你先带他们去吃饭，账记在我身上。今天时间急，改日来我家请你们吃饭。好啊。我请假了1个白天，晚上得回去帮忙。我那份也交给你了，小水母，多吃点。老板，对不起，回头我请替班的同事吃饭。没事没事。嗨，我和女神之间的差距太大了，请慢用。上次免费请我吃串后，我经常光顾，偷偷把欠的钱还上了。这不是我家的串，你认错人了。不是我家的串，就是你们家的串，回去吃了就肠胃炎，一只女来了，赔钱。我是他亲戚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我前几天这儿买的串，回去吃了就肠胃炎，进医院了，赔钱。你这不是在我们摊子上买的串吧？我们摊子的木串上都印着标识，你这个什么都没有。确实不一样，人家有印字的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可是祝家的人，你们学校都是祝家建的，你敢得罪我？祝家的人，就你还祝家人？我还是祝深山的亲孙女呢，家里没镜子也有尿吧？还是尿太黄，照不出自己长什么样？你算什么东西？一个外地来的野丫头，也敢在这撒野？你骂我也没用啊，我又治不了尿黄。警察，站住！阿姨，借我一下您的手机。谢谢。这人的口音不是本地人，而且他知道祝家。拿着，太谢谢你了，姑娘。之前一直想说你跟祝金也很像，小周，是在说眼睛吧？小周，这孩子命苦，他爸爸腿不好，妈妈又……周富之是他家里亲生的吗？骗子！周富之，你这个大骗子！他跟我说他从小就是孤儿，只有我这一个亲人。
违背约定，答应的事情永远做不到，连身世都是编的吗？对不起啊，踢了你好几脚。提前发现姥姥的病，妈妈还会回来上学吗？会不会转回首都了？她回来了。中午继续去图书馆学习。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你那记性恐怕比我还不靠谱。哼，我怎么感觉你今天一直看我很不顺眼？哼，又怎么了，我的大小姐？你每天都去打工，家里人不给你钱吗？这是在关心我吗？家里人身体不太好，我爸帮人修鞋修小电器，我妈收废品，我打工就是赚学杂费，不想他们负担重。现在的周富之如此豁达直率，未来的他竟然骗我说是孤儿。哦，祝金也似乎在不开心。周富之，你高中都在做什么？怕你嫌我笨，不敢跟你说话。完了，这下更傻了。静心，做题。我要付出比先前10倍的努力了，注意力还要提高，舒尔特方可每天不能落下。考好了有奖励。朱老师，我也有吗？唉，没有接单，钱不够。以后我会让司机给你送饭，不许拒绝。我的奖励呢？分数不动了，但排名没变。我想要的奖励是实现那边看起来缺水分的小水母一个愿望。我又没考好，我才不要！该拿的基础分数你都拿到了，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所有题目，比上次月考成绩好。为什么说没考好？因为排名没变。好强是好事，排名是推助器，不是为了让你在斗争中丧失执笔前行的勇气。你很好，每天都在进步，努力的孩子应该有奖励。我想要你陪我去游乐园，可以，周末吧，去市中心的游乐场，晚上回我家吃饭。只要妈妈不要爸爸吗？我从来没去过游乐园。听起来比我都惨，好歹我有姥爷。我在祝瑜身上的关注度是不是有点多？之前能让我认真对待的，只有10岁那年知道唯一继承人是我的时刻。像祝瑜这样身世成谜、浑身疑点的人，按理应该敬而远之，但想到撒手，我会有种暴躁感，就像本属于自己的东西脱离了掌控。你先回教室吧。周末去游乐园啊，真好。就是祝宇，女神最近跟周富之毫无关系，帮周富之学习算是交易吧。祝宇，你好瘦啊，真羡慕。太瘦也不好，摸肚子容易摸到骨头。你是会长，那你是不是很了解祝金野？又来。当然。那你知道祝金野为什么从首都转来这里吗？不知道，但之前王志强走之前好像提过女神跟人闹过不愉快，不过没什么人信。关于这个缘由，我也猜测过。唉，都没有几件衣服。我妈妈真的跟我一样，只是个大学生吗？我这个要求会不会太过分？妈妈已经这么忙了，平时还要教我学习，我竟然连周末时间都霸占了。
妈准备的吗？阿姨，您这煎饼再不翻就糊了。哟，光顾着忙了。老板，这是在外上大学的儿子回来了吗？拿着垫垫肚子。谢了，阿姨。小水母，帮我掏一下纸，在口袋里。好吃，是肉馅儿的。不用，谢谢。被女神看了眼的包子，哎，包子啊包子，你真是个有福气的包子。哎呦，打扰你们了。你这头泡面不错。笑什么笑？花了我50呢。说不好的不过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曲罢了。我可不想烫。我操，祝金也跟我说话了，你听见了吗？听见了，嫉妒死我了。也不知道他是来干嘛的。坏了，忘了告诉周富之，刚才在路上看见他爹了。想玩什么？那个。走。要上马吗？冲啊，小马！太喊了，好丢人。喊出来心情愉悦。不喊。有那么一瞬间，让我短暂的忘记了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。我的马比你那匹高。哪里高了？明明一样高。我们再玩一次吧。好。女神，放轻松，我们不是来荡平游乐园的。我去买点甜筒，我们休息一下吧。谢谢。你留在这里，别跟陌生人说话啊。你好，请问这个气球是在哪里买的？谢谢。这个还是那个？气球是免费的。哎，去批发气球了吗？显然不是，女神见工作人员发气球发不完，一口气全买下来了，太善良了。演过头了，给你买的，你看起来很喜欢这个，需要我帮你系上吗？大概是我看小女孩气球的目光太明显了，被误认了。喜欢。早知道去买手机了，这种时刻居然不能拍下来。爸爸，他们怎么有那么多气球？哎，这么多气球，全是我们家孩子的。我也要。心里一处空洞，被什么东西补上了。从今天开始，之前游乐园的记忆已经伤害不到我了，因为我也有属于我的气球们了。还好游乐园不大，不然腿会疼。真好玩，以后我要是有孩子了，我保证会带他来这里玩。如果你的孩子只剩下你一个亲人了，你会抛弃他自己离开吗？怎么可能会抛下他？这也太不是个东西了吧！祝瑜先前看向气球的目光，好像是很伤心的模样，伤心到让人不忍心看到。回去以后一定不要再跟他说话了。那是今早我出门时还在我耳边唠唠叨叨的爸爸。小水，爸爸会一直陪着你，绝不离开。周富之是个大骗子，明明说会一直陪着我，绝不离开。我也很想相信现在的周富之，但未来变数太大。晚上去我家吃饭，感谢你们帮助我母亲。今天吗？早知道换双鞋了，这双颜色看起来不稳重，住家地板会不会觉得它轻浮啊？要不要带你去烫个头？算了。
他看我们的时间过长了，跟刘贵妈妈摊前那个自称祝家人的男人不一样，也不像偷拍的。爸，你父亲看起来跟你不熟。嗨，他就这样，总觉得会拖累我，装不认识我，怕我被人说闲话。其实我根本不在乎。周富之居然如此坦诚，你不用过去打个招呼吗？现在几点了？还早，你快去吧。爸，等我一下。周富之，你怎么了？我见过他，周富之他爸爸。冒昧问一句，是？当然是活着的。爷爷还在的情况下，他会自杀吗？更何况老人更需要他照顾。可是如果不是自杀，柜子里的抗抑郁药物又怎么解释？脑子乱得跟一团浆糊似的。车到了。越想不明白的事情，越不能急。没错，不要急，我还有时间。气球怎么办啊，妈妈？把气球送到这个地址。都怪你，我以前吃水果都洗得可干净了。你爸爸在工作，你妈妈怎么办呀？没事儿，我妈就是不聪明，她在没人的情况下可以自理。我爸出门前会做好饭，等饭点她自己热热就行。我父亲今晚也在，他很期待见到你们。见家长了，见家长了，见家长了！从来没想过会在这种猝不及防的情况下见到老爷。我鞋扣松了。我父亲不会吃人。可惜，这里没有那架专门为我而生的秋千。回来了。看啊，连用这么冷酷的脸穿最可爱的兔子拖鞋的爱好都没变。祝叔叔，我叫周富之，是祝金野的同学。孩子，这是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我就是想上厕所。苏阿姨，来带这个小同学去厕所。祝叔叔，我刚才一路走进来，看到了好多花，是你养的吗？长得真好。是我夫人栽种的，她很喜欢侍弄这些花草。我很少来抚育镇。柳阿姨厉害啊！等她病好了回来，我得好好向她请教一下。我们家几盆花，我怎么都养不活。她会很愿意教你。草给顺手了。听你狡辩。刚才叔叔的手动了一下，跟我姥爷很像。一般这种情况就是要眼镜了，所以我下意识动了。但我没想到这个抽屉里真的有一副眼镜，似乎勉强令人信服。对不起，但得转移注意力。这招太狠了！祝瑜的所有资料我看了3遍，资料上说祝瑜没有姥爷这个亲属。父母双方都是孤儿。小姐居然会这样体贴人。待会儿给你装几包红茶回去泡着喝。好呀，谢谢祝叔叔了。这孩子倒是坦荡。柳阿姨，你气色好多了。幸好夫人的病情发现及时，但这也让我对延续家业不再那样偏执了。
看来真正的主人是这个小女孩。当初小野坚持选择这里，我还有些不支持，现在看来她是对的。为什么祝金也会选择抚育镇啊，叔叔？说起来，这事儿跟小周还有点关系。什么？跟周富之有关系？找哪一年的？应当是2008年7月份。这个少年是周富之。原本我们计划是想将他送到国外，小野不同意，正巧他看到了这张摊在桌上的报纸，便决定来这里。也不知为何，总觉得面前小女孩十分面善，除去她与小野相似的脸，仅从感觉上来说，也忍不住多看她几眼。祝叔叔，我可能有点多管闲事，但还是想问，祝金野为什么要离开首都？不用担心，相信小野，我想有一天他会主动告诉你。世上竟有如此能女。或许妈妈的忙碌并不全是为了首都那个麻烦，比起躲避，或许这只是一种掩饰，为了给她真正要做的事情打掩护。先前我也在网吧搜过祝家消息，但网上的信息有限，勉强拼凑出现状，不安感少了许多，但是依旧要找机会查清首都的仇人是谁。回来啦，快洗手吃饭。这手艺完全可以去外面开店。朱宇啊，是饭菜不合胃口吗？没有，很好吃。他吃得慢，别催他。不吃了。我是饭量大，又不是大胃王。明明有着相似的相貌，但吃相却截然不同。朱宇像一只需要小心呵护的小水母。听小野说你刚转来学校，家里人还没来得及给你寄衣服吧？他衣服多，都没怎么穿过几次，希望你别嫌弃，先将就一些。我的家人即便是在不知道我身份的情况下，也在用蹩脚的借口守护着我的尊严。那些衣服都是你提前准备的吧？你觉得他怎么样？很面善，他很像祝家人。这怎么可能是妈妈穿过的？都是新买的。去刷一套题就好了。有道理，原来只是拆散两人，找到妈妈去世关键点的事变得更复杂了。接下来能找到突破口的好像只有周富之，但你做的有可能改变未来，就算他没有跟你妈妈在一起，也不一定能平安活着。很难想象你一个非人生物还能让自己意味深长起来。有了。班长，你知道2年前抚育镇那个少年制刀歹徒救孕妇的新闻吗？你还知道这个啊？都过去这么久了，没想到还有人提周富之这件事儿。那是放暑假的事儿，有对夫妻来咱这儿避暑，住东街旅店。那个女的大着肚子遛弯呢，余家那个老酒鬼不知怎么回事，突然跑出来抓着人家不放。咱这人普遍冷漠，冷不丁出个周富之这样的，你知道当时多轰动吗？还专门给他办了表彰大会，警察都来了。哦对，就是因为这个，校长很看重他。那段时间新闻都是这事儿，估计祝家也听过。余家镇子上还有姓余的。是啊，就住在养鸡场边上那几个棚子里。我妈说这个姓余的酗酒打人，进去了以后他老婆就疯了。他儿子好像也是咱们学校的，不过很少见。谢谢。等下放学后去转转，再去周富之家那边，远远看一眼没见过的奶奶。等等，我好像不知道周富之住哪儿啊。小水母，出来啊！你看，什么？送给女神的礼物啊！她那么辛苦辅导我，还给奖励，我当然也得回报她。你跟刘阔关系好吗？当然，我们俩可是我拉侠，他给我擦布椅的关系。享有。那等会儿去图书馆，你送给他吧。朱老师，你快拆呀！其实根本不需要我来阻止两人的关系，他自己就能把自己送走。送这个的原因是什么？之前看你去厕所的时候，在里面待了很久，就感觉你需要这个。你知道这个有多难买？我上完夜班就去蹲守等店员上货，还专门去精品店买了礼品盒。很好，你先开始今天的学习计划。看什么？好歹我跟祝金也有了肢体接触，你们呢？不认识这个人。从1分05秒练到了30秒。周富之给我搞了个哑铃，动不动就让我举，搞得我背东西习惯举哑铃。无论在同一道题型上错多少次，
妈妈都不会骂我笨。刘错，哎，这不是祝金野的小跟班吗？这分明是咱周哥的闺女。别护短了，刘错，我有事儿问你。你完了，朱雨，我明天要找祝金野告状。你才不敢跟他说话。你知道周父他家住在哪里吗？当然知道，我把他家地址写个纸条给你。当然这事儿我会替你保密的。谢谢。晚上作业量感觉更多了，还有一套高数卷子。不怕不怕。来之前想过许多次他长什么样，但真正见到人，还是觉得自己刻板印象了。这样面对面，第一眼真的没看出面前的女人有智力障碍。宝宝回来啦！您别动，危险！宝宝吃，妈不饿。真甜。宝宝吃鸡蛋，营养。谢谢奶奶。宝宝路上小心。感觉有点迷路了，早知道买个手机了。要不要找人问路？但不是很想跟陌生人开口。此人忧郁程度恐怕在你之上。说点我不知道的。你好，你知道余文胜家往哪里走吗？谢谢。居然把我给耍了！这可是抚育镇，难不成我还能在自己家门口迷路吗？晕倒怎么更慌了？反正周围也没人。妈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迷路了。迷路了就大好。刚才那动静，我以为出什么大事了。听说这里有个养鸡场，我没找到就迷路了。养鸡场在西边，这里是东，你走反了。你经常来这里玩这个吗？试试。咦，这是反向手枪弩，蓄能武器，合法吗？这只是游戏。不错，嘿，把他送回学校。小祝，等一下，你家司机刚送来的。谢谢阿姨。明天早上吃什么呢？班长好像说食堂的蛋挞很好吃。蛋挞。
没想到蛋挞还有个噩耗，祝金也又请假了，听说还是长假。蛋挞和妈妈都没了。你知道祝金野这段时间总请假的原因吗？我也不太清楚。似乎脱离了学校，我完全不了解祝金野。祝瑜，这是小姐给你准备的。谢谢叔叔。你走那么快干什么啊？2班教室又不会长短跑。祝金要在的话，我该为他告状。什么告状？你喜欢高的地方吗？多高？大概5层楼那么高。不喜欢。那你没事跑去楼顶干什么？假装跳楼，等人多了就往下面嘘嘘。你别说，这还真是周复之能干出来的事儿。当然是18岁的周复之被报纸误导了，总觉得那条见义勇为的新闻能扒出什么，但其实有些偏离了最开始的目的。应该去案发现场看看。你找谁？不是业主不能进，快走。别的穿越者神通广大，想查什么都能查到，我连小区大门都进不去。昨天还被小孩骗了。某些人就是废柴。耿秃子说的对，我果然是个废柴。拉不出来就挤开塞露，不要总想着靠自己。祝瑜，你才21岁，没人要求你做超人。我的人生在15岁开始就停滞了，从小被姥爷保护太好，没人告诉我一个人该怎么办。刘叔，江湖救急啊！你让我放弃至尊之王赶来的目的就是进这里？他只叫来了我。等着，这事儿刘叔给你解决。喂，大志，你家是在爱华没错吧？这是祝瑜。来干嘛？走走走，好久没去你家打游戏了。怎么会？楼顶的门是锁着的。对，不是这些，我来过楼顶的。对，去世第2天跟着警察来的。祝瑜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想不起来。我回去了，你玩你的吧。喂。这种感觉糟透了，就像离开不久回来后，发现家里窗户碎了，暴雨和灰尘冲破了水缸，而我养的小水母委屈地缩在角落，用细长的触手护着脑袋，一副受到欺负不知该怎么办的模样。你怎么来了？鸡汤好喝。我不饿，就是心情不好。要来我宿舍坐坐吗？就我一个人，室友都回家了。把脏衣服换掉。被气味包围，莫名想倾诉。妈妈，明明是个会令我抗拒防备的距离，但面前人是祝宇就没有任何问题，就好像面前的女孩本就是我身体的一部分。有一段记忆很痛苦，但我一定要想起来，那就交给科学。老师，这是我的请假单，去吧，注意安全。好困，人造的，虚伪的 ，artificial artificial。王城，我们到啦！哇，这里太漂亮了吧！去洗澡换身衣服。待会儿有个活动，带你去玩。有那么一个瞬间，我甚至以为自己身处正确的时间线，只是个被妈妈带着出来玩的小孩。好。
世界上有抛弃骨肉的母亲，但祝金也不会，祝宇的妈妈绝对不会。走吧。跟紧我，别紧张。好的，我有点怕。哇，这里好漂亮。麻烦给他一杯果汁。有人跟你搭话不想说话就微笑，搞不定就找我。别人给的东西不要吃，离开视线超过1分的饮品不要再用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无聊就玩会儿游戏。这个提议很有趣，我们可以再深入聊聊。原来只要他想，他拥有极强的交际手腕。真厉害啊！这几个字在暧昧间有种说不出的诡异。算了，不玩了。Is this your younger sister? No. 这是查理先生，可以跟他打个招呼。Nice to meet you. For the brave girl. 我喜欢那个有草莓夹心的小蛋糕。我玩游戏的时候，有人给你发短信，我不是故意。我看到了，不用在意。是认识的人吗？是认识的小可爱。能得到妈妈这样评价，那很不是个东西了。会不会是导致他离开首都的那个？这手看起来能一拳做翻10个骚扰犯。不回酒店吗？不回，去见你的催眠师。说起来，刚才那通电话好像就是在跟人确认时间，原来是催眠师，确实很助金也。像我这种没钱的人是想不到这个办法的。不用担心，只要非自愿情况，我保证你一个字都不会泄露。想问什么就问。我觉得你心情很好，刚才有遇到好事吗？这是最大的收获。江鱼在国内 ST 企业排行很靠前，芒城是岑女士的老家。这几句话就拿到了大佬名片？没有几句话，是我私下找机会沟通才拿到的。我给他介绍了一个风水大师。还能这样？投其所好罢了，人脉也是个人能力的一种存在。是2位祝小姐吗？请进。祝瑜到了，这位是江医生，接下来的催眠由他引导你。你好，祝瑜，不用紧张，这里很安全。不急，我们先聊聊天。其实我也不太知道要聊什么。最近闭上眼睛的时候还会听到那个声音吗？偶尔，听不真清。没关系，不用勉强回忆细节。今天感觉冷吗？不冷。那关于周富之出事那天，你准备好推开那扇门了吗？时间到了，带上它，顺着我的倒数，尽量不要睡着。现在深呼吸，听着墙上时钟的声音。你的身体正在变得越来越沉，不要用眼睛去看，跟着我的声音走到走廊的尽头，推开那扇门，告诉我，你看到了什么？很大的雨，很冷。那是周富之离开的第2天，你在保护什么？他的书包不能湿，不能再弄丢了。可是里面什么都没有了。连续1个星期多吃半碗饭，就给你买新的。同学，案发前他有没有什么异常？你能去楼顶，原来去楼顶竟然是我自己提出来的，真是晦气，就是克亲的命。还有2层楼，扶住栏杆，不要怕。楼梯并不陡峭，你还有力气。快一点，必须快一点！爸，别往前走了，求你！爸，你看看我，别跳！不要！
祝宇，祝宇，深呼吸，没事的。催眠会让我看到没有见过的过去吗？我成功了。很棒，我好困。两个同龄人之间是怎么做到像母女一样相处的？潜意识告诉自己是安全的。睡得真快。靠边，停车。好的，祝总。祝总，回酒店吗？开稳点，别吵醒他。哥，睡你的。怎么感觉这是大白狼？有点像妈妈。次呢？我好像找到线索了。周富之是假的，但楼顶是真的。线索是锁，天台的锁是开着的，不是被暴力拆除，而是用钥匙打开的。奇怪，负责案件的警察竟然没人注意到吗？简直太荒谬了！除非……好羡慕，这个时间点你妈妈还带你出去，我妈最近连游戏都不让玩了。无他，为妈宠儿。祝宇，你往哪走啊？马上要点名了。我有点事儿。独门秘方，比某 K 什么 C 的都要美味。我大侄女来了，几天不见人都变精神了，瞧着真稀罕人啊。给，我在芒城买的。怎么样，帅不？哟呵！不过这是个什么标志啊？从来没见过。你没见过很正常，这是开塞露。周富之呢？他今天请假了，你要是着急，我帮你把东西给他。请假？他怎么了？不知道啊，他没说，老毛病了吧？大志，你知不知道爱华小区楼顶门锁的事？门锁我不知道啊，那楼顶我都没上去过。不过我回去可以帮你问问邻居，有人应该知道。谢了。放学要不去周富之打工的店里看看？嘿，听刘错说你出去玩，还给我带了东西。他似乎比请假前瘦了一点。万一是柱尖儿也想我了呢？Comfortable 指身体或心理上的舒适感。小周，外面有人找你，就坐门口那桌，看着不太面善。好久不见啊！这到底是谁干的？现场破坏太严重，附近监控也断了。得罪人，我能得罪谁呀？
我看啊，这是因为雇了某些喜欢多管闲事的杂碎，遭了老天的报应啊！店长，我离职吧。小周啊，你来挺久的，回头客很多是因为你才来的，我感激你。但我全家靠这点生意糊口，老丈人在医院，老婆刚下岗，3个孩子都在城里上学，我真没办法。这些钱你拿着。我知道的，店长，打工是不行了，那我以后还能来吃饭不？您炒的火锅底料，整个抚育我都尝不到第2家能媲美的味道了。随时欢迎。老周啊，你这慢吞吞的，还天天出状况，我怎么跟上面交代？明天别来了，我会通知你儿子把你接走。经理，对不住。哼。爸，你头怎么了？于叔，借我点钱。哎，啊。妈，饭在锅里，我锁了门，有人敲门不要开，等我回来。嗯。天无绝人之路，我又不是什么很贱的人。老板，你们这儿还招人吗？我什么都能干。招啊，最少干满9个小时，不干就滚蛋，一堆人等着呢。行。哎，助理找你呢。听说你找我？你手怎么了？小水母观察能力真强啊，我自己都没发现呢。我能拆不？不行，你待会儿再拆。东西是我挑的，钱是祝金也付的。不行，我得沐浴沉香后再拆，记得提醒我。哎。请这么长时间的假，周福芝，你干脆别念了，你还想念书吗？老师，您顺顺气。要么休学，请假是不可能的。好。我问过了，只有保洁跟管理员手里才有锁，平时是不开的。能帮我也刷个金装不？还有事儿？跟你说个事儿，周福芝她休学了。为什么？他说不想念了，要挣钱，他怎么能这么轻易就放弃了？这家伙之前还说要考去首都呢。他最后确实去首都了，在首都坐了15年牢。昨天在周富之身上感受到的不对劲。你去哪儿？今晚去吃火锅，大不了今晚牺牲睡眠写作业。我就知道能碰见你，去找周富之是吧？带我一个。我走不快，你先自己去吧。嘿嘿。刘叔，辛苦你了。坐稳喽。小周妹妹，我姓祝，周富之在吗？你哥没告诉你吗？他不干了。什么时候？就几天前。周富之不在，店员说他不干了。不干了，不干了，他不干这个能去干什么？这家店店长是唯一能接受他时间安排的人。我去，周富之不让人骗走了吧？说是有什么活能赚大钱，实际就是黑工。他白天争分夺秒，晚上打工睡2、3个小时，突然搞这一出，绝对是被骗了。我们去他家里看看吧。
干完这批就能结工钱了。哎，周福之，你怎么干这种苦力活也是最猛的？这工地没你得塌。小伙子，今天这么晚才吃啊？那好，谢谢老板。即便我不躲，他也认不出我；就算认出来，也会假装精气石头看不见吧。请问是周先生吗？对，我是。有位祝小姐让我把这个交给您。朱金野，扛水泥好累啊，我好想回去学习。托李承天的福，现在可以精准注意到那些格外黏糊的目光。不过因为祝宇相处后，发现周富之还算听话。嘘，别说话，什么味道？我去，那是什么啊？哎，你疯了，别碰，赶紧报警！不是人血，腥味不对，掺了泔水或者排泄物，这绝对不是恶作剧，是在警告谁？有人吗？周富之！往常这个时间，周父肯定在家，就算他不在，还有周母，怎么会没人？我有备用钥匙。我去，我踩着屎了！别过来，坏人！阿姨，是我祝瑜，我是周富之的同学。阿姨，是我留错。阿姨，别怕，刚才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这帮混蛋瞅准了家里只有阿姨一个人，故意泼脏东西，还在外面骂，报警，必须报警！没用的，人都跑了，周富之手机停机了，联系不上，我们只能在这里等。谢谢阿姨。你们俩怎么来了？再不来我兄弟家被偷了我都不知道。啊，妈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老周，你是不是跟人结仇了？想什么呢？没那么严重，就是个混混来找事儿，回头我揍一顿他就不敢了。灯光暴露了他竭力隐藏的疲惫，再仔细看，能发现许多端倪。你为什么休学？小水母你也看到了，我爸最近出了意外，需要住院，我需要赚钱。叔叔怎么了？磕了一下头，住院观察，不是很严重。干嘛整这么严肃？我能应付。你辞了火锅店的工作？你去过了，那边工资有点低，刚好我找到价钱更合适的就辞了。那你现在到底在做什么工作？哪家店？对啊哥，市里哪家？就市里一家餐饮店，挺远的，你们别管了。留错也就进货才去市里，祝瑜要上学更不可能过去，应该能瞒挺久的。那你还回去上学吗？学习太累了啊，还是现在这样自由自在多好。考不上也没事儿，到时候我给你介绍好工作，咱俩一块赚钱，没必要非死磕学习。哼，骗子，大骗子！哎，你干嘛那么说？他多努力，你又不是没看见，过分了啊！你说的那个混混怎么回事啊？什么时候去揍他？带我一个。得了，就你那三脚猫功夫揍得过谁？别瞎折腾。你是不是有事儿瞒着我？跟你说有什么用？真遇到事儿你敢上？成，你还真想当我祖宗啊？不伺候了。没事妈，睡觉吧。应该不会是痔疮膏之类的吧？今天这泪珠子跟不要钱似的，真是败给你们姓祝的了。
周富之难道以为我跟他一样都是不负责的红蛋吗？随随便便说几句难听的就想把我打发走，一口一个小水母叫着的，还以为他脸皮多厚。现在遇到点事情就翻脸不认人了，我要拿屎扔他。有干净一点的报复方法吗？戴手套。明天他给我等着，让我抓到他，我一定履行诺言。楼顶的事儿先不查了吗？学校这边怎么办？请假，请不下来就逃学。祝瑜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老师，我想请假。又请假？祝瑜怎么了？我爸被人骗去打黑工了，我要去救他。不行，不能总请假。老师，真的很重要，我保证回来就补上所有作业。下不为例。谢谢老师。我知道是谁做的了。难道是周富之阻止的那个持刀的歹徒，家在养鸡场附近那个吗？走，去火锅店问清楚。周富之为什么辞职？是因为于文胜吗？砸店、泼漆，于文胜挑衅，小周也是没办法，主动离职了。当年那事儿轰动太大了，抚育不大，谁还敢收小周？他爸不是在市里扫大街吗？把头磕了，有人故意推的，这做派也像姓于的干的。谢谢。恶心，原来是怕我被于文胜牵连，所以故意说那些话，倒是周富之能做出来的事儿。哎，小周妹妹，车能借我用用吗？行，借你了。谢了。你还会骑摩托车？不会，但我觉得跟电动车差不多。师傅，咱工地也没有叫周富之的。没有，你去别处问吧。师傅，咱工地有没有叫周富之的人？没有。最后一家必须拿下，偏偏这个时候没油。是不是猜错了？或许周富之不在工地干活呢。嘿，你看那个大学生又在啃他的破书呢，看书能看出套房来啊！周富之，周富之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怎么不戴口罩？这些灰尘会影响健康的。我知道，但是戴口罩影响呼吸。赶紧把剩下的活干完。你饿不饿？我带你去吃饭。我要吃包子，牛肉馅的。行，吃完包子就回学校吧。以后别来这儿找我了，以后都别来了。我又不怕于文胜。他去找你麻烦了？没有。他大概率一天没吃东西。你摔着了？好像是，我忘了。什么叫好像是？走，旁边正好有个加油站，我陪你去加油。陪我去一下医院吧，我去看一下我爸。嗯，记得回去不要沾水啊，痒了别挠。身上还有其他伤口，就学着我这样消消毒，别放着不管发炎怎么办？隔了20多年的光阴，又体验到了早就失去的属于父女之间的温情时刻。等一下，我们把车给还了。周富之，你怎么才回来？你妈不见了。
怎么回事？我昨天突然想到余文胜好像出狱了，不太放心就过来了。结果到你家的时候，大门是开着的。你妈没……你先回学校，刘聪，你帮我送送他。人刚不见没多久，要报警吗？先别报警，报警没用，时间太短，只会简单走个流程。小子，想要你妈的命就听老子的话，你说，把家里的钱全都拿过来，敢报警就等着收尸。好，你就这么答应了，真不报警？阿姨还在余文胜手里，防止他狗急跳墙，别报。比起人命，钱财不算什么。余文胜是他，原来是他干的。不管什么条件，先把人换回来。断了酒鬼的酒等于断他生路，他急了也正常。当年能对孕妇刀尖相向，他不极端才不正常。我妈呢？着什么急？刚才提的只是条件之一，还有其他事儿你做完我就放人。你欺人太甚！他是我兄弟。哼，把钱拿过来，给老子跪下，再磕10个头就算完事儿。你耳朵聋了吗？老子改主意了，除了刚才那些，你还得分一条手，算是老子做慈善了，让你们一家整整齐齐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上次迷路被坑后，我可是狠狠恶补了这边的路线，找起方向半点不带虚的。这种时候不是经常会出现吗？主角脚踩到什么，嘎吱一声。没事，见鬼而已。右边，山头小屋。再骗，我把它拆了送周副之那儿去。没想到上次骗我那个小孩居然是余文胜的儿子，我怎么觉得他有点眼熟？因为上次见过呀。不是，我上次都没看清他长什么样。靠！我替他跪行不行？你膝盖留着跪你爹，小心他晚上入梦骂你不孝。人找到了！坏家伙，让你抢钱！靠，周富之算计好啊，两个人什么时候这么有默契了？我没有勒索啊，是我婆娘跟周红关系好，叫她去家里玩的。你撒谎！明明是你打电话要我们带着钱去赎人，通话记录还在呢。安静点，这里是警局，不是菜市场。大家都是一个镇上的人，闹那么大对你有什么好处？以后谁还敢跟你们家来往？人多势众是吧？妈，有人欺负我。哼，没断奶的小屁孩瞎掺和什么？朱玉他妈很有背景吗？有朱玉在这儿，他肯定会来。警官你好，我是周先生的律师，我姓钟。自己吃。少男心事啊，他这是怎么了？以上是目前的初步情况，一切按程序走。你们别听他瞎说，我才是受害者。他安静点。他看起来好厉害。看守人头部的钝器伤，现场遗留的43码脚印以及这条捆绑痕迹，证据链已经闭环。不是这样的，我不知道。
不，这照片能证明什么？我根本没去过那个什么山洞，你们这是诬陷！于先生，鞋印泥土成分、捆绑绳蛇的纤维，法侦都已经比对过了，你越解释漏洞越多。案子定性了，带走。周福之，你够狠！今晚谢了，兄弟。别，你对我一个遇到事不敢上的人说什么谢啊？有错，哥哥，我错了。您大人有大量。你给我滚啊！你小子以后再这样，我真跟你绝交。好，好，好。走走走，都困了吧？赶紧回去休息。等等，我话还没说完。周先生，这个案子放心交给我。那钟律师就麻烦你了。谢谢你，朱金野。原来他也不是那样的没脸没皮。朱金野，我是不是很没用，连家人都保护不好？是。如果我是你，他出狱第2天便会因酗酒过多身亡。可我不想这么做，很脏。每个人都很脏。我是怕你觉得我脏，不是不敢。那你现在就很脏了。女神，你这样很难让我接话。那就闭嘴，上车。我也没干什么，我还是去副驾吧。钟律师的费用我会攒钱还给你。钟律师不是来帮你的。我知道你可能觉得我这种坚持有些可笑，但我想干干净净的喜欢你。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帅气？偶尔会有种在自己还没出生的24年前就被当作住家小孩养着的错觉。你不欢迎我？哪有？我给你买了橘子。朱金野，先别走，你等我一下。小姐，收下吧。多谢。他收下来，也不知道那些鸡蛋回去后会做成什么菜式被他吃下。好羡慕那些鸡蛋。你像一坨痉挛的大便。哎呦，真有那么难看吗？但比我强，我四肢不协调。没事，我教你，我们可以当一坨痉挛的大便。谢谢啊，我更想做个人。钟律，你来了。勒索未遂，最高只能判5年。钟律师，一点心意啊，这怎么好意思？那就多谢了。走了走了，外面冷，小心！都怪你！都怪你！不许欺负我的宝宝！不许欺负我的宝宝！没事，妈，他欺负不了我。妈没用，宝宝受伤了。宝宝回来！王泽英，你男人明天要去城里找工作了，你不去送送他吗？对，阿胜要进城了，我得去送送他。你认识他？略有耳闻。没想到那天在余文胜家里看到的背影，居然是王泽英。不愧做过保洁，柴刀擦这么亮。什么？没事儿。大致说，只有保洁和管理员才有钥匙。周富之去世第2天，沉钓的人发现了淹死的王泽英。验尸报告显示，他的死亡时间在周富之死后的当天夜里。那些人是故意说给他听的。发现他无动于衷后，便再没提。我得回去了。你不留下来吃饭吗？等等，这些你拿去学校吃。不了。
大致能带我进你小区吗？我给你刷一套精装加史诗坐骑。行，那个你在门口等我。对了，你上次托我问的钥匙的事儿，6号楼楼顶的钥匙本来有2把，上一任保洁离职时没归还，所以一直少1把。我知道了，谢谢你。行，那我先走了。和记忆里一模一样，唯一的区别是24年后那把已经生锈的不成样子。这么沉，书包里什么好东西啊？家里人给我买的水果，真好。生锈20多年的锁能用钥匙打开吗？锁带来了吗？修了这么多年，钥匙恐怕打不开，但是弄点洗洁精就行了。你能来接我吗？楼顶打开的锁证明最先开门的人不是周富之，他没有必要为自己配钥匙。王泽因恨周富之，杀人动机完全成立。周富之竟然是被杀害的。爸爸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姐姐，你没事吧？好像又回到了那天。如果能跑得更快一点，那天是不是就能更快回去，阻止坠楼了？周富之，周富之！孩子，饿了吧？我去给你下碗面，你去那屋吹吹头发，暖暖身子。慢点吃，别烫着。别动手啊，爸！这娃娃来找你，一进门就哭，你是不是欺负人家了？别，这我小祖宗，我哪能欺负他？谁欺负你了？走走，孩子们的事情让孩子们自己解决。来，带上。说说咋了？到底受什么委屈了？跟爸说说，爸替你伸张正义。你看，你都淋湿了，冷不冷啊？不冷。哎，干嘛去啊？朱老师，江湖救急啊！朱宇怎么了？小水母，他从我这儿哭着走了，你帮忙找找。他走的那天，我以为自己不会哭，原来眼泪也会记账。如今一页页翻出来，每一滴都写着他的名字，每一滴都烫得像在烧。刚才突然跑开，是因为刺挠的提醒。在18岁的周富之面前，理智只会崩溃得更厉害，索性就跑了。停下来时，发现全世界都是陌生的。还走得动吗？走不动。头发。
谢谢。吃吧。我是不是挺麻烦的？是有点，但麻烦解决了就不是麻烦了。我误会了一个人，但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道歉。周富之，果然是他要你来找我吗？不算是他，半只周富之。那我想害人呢？可以。无论道德对错，都站在你身后，包容你，这就是有妈妈的感觉吗？不，只有祝金也是这样。我好多了。嘘，你听。什么？听到了，还不出来？这里是你们的秘密基地吗？搞这么酷！你喜欢可以一直待在这里。行，到时候你找根绳把我拴在这里，我帮你看家，我很好养的，只要你每天来看看我，摸摸我，给我带点吃的就行。心情好些了吗？你们俩偷着在一起玩，居然不带我！你不也偷着去工地打工，不带我们？周富之，我决定了，我以后不怼你了。你咋了？谁把你夺舍了吗？还我小水母！我说真的。别了吧，你不怼我，我难受啊！为什么？总得有个理由吧？你就当我有事对不起你。所以，我那天蹲坑是你把我手里最后半截厕纸给抢走了。妈，以后不养狗行吗？可以。不要啊！没事儿，就算你抢我厕纸，我也原谅你。比这更严重呢？剥夺我给祝金也在暗处挡风的权利吗？已经剥夺了。逗你的。真哭了。放心，你真对不起我了，那肯定也是我做错事让你误会了，是我的错，不怪你。怎么办？又有点想哭了。最开始我以为周富之对祝宇的兴趣是因为自己，后面又怀疑是不是好感，但又不像。现在我才明白，周富之是和我是一样的，准确说，和祝家人是一样的。复学的事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我不想念了。不是不想念吧，是不敢当着祝金野的面把自己那点穷酸抖落出来。他现在的困境是赚钱，作为未来人，这点金手指还是有的。对了，周富之，你想发财吗？想还是不想？我这个地方还不想卖。我看起来像这种人吗？那我想包在我身上，你就等着复学吧。学习那么苦，不能你一个人在外享清福。没白投喂你。等我做好计划再吓他一跳。我来烤火了。妈妈面冷心软，心里还是关心周富之的。周富之休学与我关系不大，我回报的只是那一场搭救的恩情。但他主动退出，我就没有继续的义务。妈妈，你有梦想吗？我的梦想，带领祝家走向比父辈时代更荣耀的未来。你一定会成功的。谢谢。你嘞？什么？你的梦想呢？真是老大爷割睫毛，大开眼界。我的梦想就是每天能背4袋水泥。信你才有鬼。喝。我也想喝。小孩喝什么酒？哦。其实刚才骗你的，我的梦想不是扛水泥，其实我想做一名医生。挺好。祝金野，我好热啊！你在酒里加了什么？头孢。望着他们，像望着一盏亮得太快的灯，一个满身是光，一个满眼是怯。可我看见了光尽头的暗，一个倒在黎明前，一个倒在铁窗后。他们此刻双手空着，什么也没握住，往后双手也空着，什么也没剩下。大宝，你带着这个干嘛？本来之前想送给你，但后面看到你有更好的，就没给。
这是大宝。我看起来眼睛不好吗？你不嫌弃吗？它很便宜的。好用就行。感觉心脏跳快了2拍。几点了9点半了。那我得赶紧回去了。不用急，我让人送你。这里就不管了吗？会不会有人来偷东西？有人看管。我以后还能来这儿吗？随便。王泽英，你最好不要动手杀本不该死在这个时间点的人。为什么？难道要我明知凶手是谁，还要放任他活着，以后去杀我爸？冷静一下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时空旅行者改变过去，却引发连锁反应。我知道了。我没你想象的那么大胆，我确实想杀他，但我没干过这种事儿，所以也考虑到别的办法。如果是祝金野的话，此路不通就找其他路，不会花时间内耗。我没买到你喜欢喝的燕麦奶，我也不是总喝那个。刚从食堂回来不饿，眼睛却不受控制的弯了。谢谢。我做了个计划，说吧。想法不错，你考虑到了很多，但原料供应商你准备去哪里找？我的设想是先摆个小摊，一步到位，要做就做最好。妈妈，你要不要考虑投资呀？就凭这个，祝总，我会认真写一份 BP 交给您过目。行，找刘错借自行车去喽。刘错，你大侄女来了。是余文生那边又出事了吗？钟律师争取到了5年，人已经进去了。你送我去找周富之，我有办法让他回来上学了。真的？我先走了哈。行，你等着。整天瞎琢磨的，我都上火了，嘴上起了好几个泡。怎么了？这个时间把我叫来？我昨天问你想不做有钱人，你说想。你们俩在一块玩不叫我，我女神也在。哦，那没事了。我以为你在开玩笑。我从来不开玩笑。别打工了，自己做生意吧。我们开奶茶店。奶茶？你是说奶昔吧？就是城里卖的饮料，里面有珍珠什么的，很受女生欢迎。还有这种东西？当然不，我们要卖的比那些更好。现在天气冷，可以做奥利奥芋泥，用芋泥挂壁，在里面撒奥利奥碎，小料可以加珍珠。你觉得你爸能做这个生意吗？需要久站，不过卖得好可以提早收摊。我爸妈吗？你妈妈也可以来帮忙处理材料。你不做吗？我不做，我要上学。这个生意是替你想的，赚到钱你给我分红就行。他昨晚都在想这件事，甚至考虑到了我的家人。我做。你周6能请假吗？我们还在这里见面，去市里做市场调查，再商量开摊的事情。今天就到这儿吧。劳逸结合，明天继续。走喽，饿死了。祝宇，你真神了！小脑袋瓜怎么长的？有那么多没听过的点子。那当然，不过总觉得你跟咱们不是一类人，也不像祝金野那种高不可攀。这种感觉就像明明站在这儿，但又不属于这儿。大概懂一点。到了。谢啦。走啦。
你要去找王泽英吗？算是吧，没办法送他提前见阎王，就从其他办法入手，比如把人送进精神病医院，一旦进去，这辈子都别想出来的那种。但这事儿需要有人配合。是你这么个丢人的东西，你爸会跟那个贱人跑吗？你好，我是未来人，现在几年？年就去洗澡。王泽英，都怪你，都怪你！踹了他就不能踹我了哦。真凶，失算了。他对付发疯的母亲有自己一套，但是他愿不愿意配合真不好说。不过看刚才那一脚，实施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。祝瑜。老爷，叔叔，快上车，回学校。吃饭了吗？还没吃。我也没吃，要不要一起？我想吃火锅。刘阿姨最近怎么样？她最近心情不错，昨天还念叨你，她让你不用担心。你先前送的钢笔套我很喜欢，你送的花种夫人也很喜欢，已经在家中的温室里种下了。欢迎光临，两位里边请。有包间吗？有的，这边请。叔叔来坐。多谢。也不脏啊。毛肚嫩牛肉虾滑午餐肉土豆藕片，就这些。给他拿一瓶饮料。你不用做这些，我自己来就好。我很快的，您坐着吧，老胳膊老腿的，别累着。老爷，你都不知道，我们学校最近可有意思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那个奶茶店计划我都想好久了。没想到还有机会能跟老爷像以前一样聊这些没营养的废话。然后呢，小周愿意吗？愿意啊。满200送小礼物，要不要让你女儿挑一个？这离学校近，我走回去就行，顺便消消事儿。有事可以找我。这孩子，老板居然笑了。如果我阻止妈妈和爸爸在一起，那妈妈以后会生别的小孩，别的小孩会管我的妈妈叫妈妈，管我的姥爷叫姥爷，院子里的秋千也不是为我搭的了。算了，有太多事要做，光是保住想要守住家人的命就足够忙了。至于父母的爱情，我都替周副职眼前一黑，看不到他跟妈妈的未来。难道是祝金也在想我？嘿嘿，肯定是我送的日霜膏很好用。上次你说几年前那个持刀伤害孕妇的歹徒儿子也是咱们学校的。你说于叔？于叔？他叫于叔吗？总觉得于叔长相有点眼熟，但想不起来了。这个于叔是高一的，还是跳级考上来的，实际年纪好像很小，18、19岁。当时都说他是天才来着，但他妈不是个正常人，老来闹事儿。就因为这个，于叔入学没多久就不怎么来学校了。然后呢？那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？
小水母，来啊，上轿！前列腺炎发作了，着急去看医生，先走一步。你有病吗？我可没有前列腺炎。朱宇，你被挟持了！小水母，你睁睁眼。醒啦？好看吧？如果因为低头走路错过这样的风景，人生会失去多少美化？好乖，好乖。知道了。石班那群人又在搞什么？有周富之，那不奇怪了。这对吗？我去，朱宇，让！我胳肢窝疼。不讲！看到了吗？朱金野刚才抓我胳膊了。女神的手真好看，我的手也挺好看。一想到这么好看的她的手，终究逃不过凡尘俗物的沾染，想来有些怅然哦。我求你了。上车去吃饭。不了吧，我昨天跟祝叔叔吃了火锅。上车。等等，我也没吃饭，能不能带我一个？吃你的饭。哦。我看到了认识的人。去吧。于叔，这是从餐厅打包的糕点，没动过，给你吃。那谁啊？于叔，于文胜的儿子。那天去我家找周阿姨，多亏于叔指路才找到了。是他，我见过他一次。想接近于叔，就给他吃的。看在吃的份上，他总能有一次可以安安静静听我说话吧。明天我跟刘错来接你，给你带包子。哇，好香！早啊。